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祖。今天给大家介绍 S11 装备改动的最后一部分——神话装备。我们会依据战士、刺客、法师、AD、坦克、辅助的顺序来讲。在每个分类介绍完之后，会有总结时间，方便大家进行对比记忆。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首先是战士类的装备，第一件可血战斧，面板属性提供攻击力、血量、CD， 适合大部分战士使用，主动效果非常的强，对一个圆形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每命中一个敌方英雄，恢复 20% 攻击力的生命值和 12% 的移损生命值，近似等于增强版大杀四方。血量越低，回血能力越强， CD 只有15秒，而且还能被技能结束减 CD。 另一个被动是每损失 5% 的生命值提供 1% 的攻击力，在生命值低于 25% 时达到最大值，类似于蛮王的 Q 技能。这件装备的面板属性非常实在，可以给战士提供很强的清线能力和回复能力，结合神话被动提供的技能急速来看，非常适合依赖 CD 的技能伤害型战士使用，比如猴子、鳄鱼、诺手等等。跟可血战斧类似的另一件装备是挺进破坏者，售价也是3300金，面板属性提供攻击力、攻速、生命值、CD， 主动效果同样是对一个圈内造成伤害，伤害数值跟可血战斧相同，不过附带了一小段突进和减速效果。另一个被动是造成物理伤害时会提供移速，跟之前的黑切被动是一样的。神话被动是提供移速。相比之下，这件装备的战斗能力比可血战斧弱很多，但是相比可血战斧来说，增加了移速和攻速属性，并且附带一小段位移。移速和位移可以帮助一些笨重的英雄接近对手，所以更多的是强调其机动性和功能性。比较适合的英雄有狗熊、瑟提、厄加特等等。攻速、位移、减速跟这几位英雄都非常的契合。下一件是三项之力，比起旧版三项来说，删除了蓝量、移速、CD 也被大砍。被动方面，攻击依然会提供移速，如果目标是英雄，还会提升 6% 的基础攻击力，最多叠加5次，提升至 30%， 有点类似于征服者的效果。另一个被动咒刃没有发生变化。这次对三项的改动，其实更多的是提升三项的持续对拼能力，而且没有蓝条的英雄也可以尝试出三项了。三项的神话被动提升的是攻速，所以对攻速收益比较高的英雄，新版三项会更有利一些。举个例子，之前会出三项的英雄有青钢影、剑姬、武器大师，改版之后的三项对剑姬和武器的提升更大，因为他们对攻速的收益更高，而且持续对拼能力很强。而对青钢影来说， CD 和蓝量被砍非常伤，攻速对青钢影的收益也不算高，但是为了提升2段 Q 的伤害，应该还是得出三项之力。如果把三项合成路线中的缚炉之斧换成小木锤，就变成了跟三项之力类似的另一件新装备神圣分离者，售价3300金，面板属性提供攻击力、生命值、CD， 被动效果也是咒刃，释放技能之后的下次普攻会造成 10% 的目标最大生命值的物理伤害，如果是命中英雄还会回复生命值，回复的血量相当于附加伤害的一半，远程英雄为 30%。 这件装备其实有点尴尬，设计师对它的定位是打坦克的装备，因为 10% 的生命值对坦克来说可能很多，有200-300点，但是对 AD 和法师来说也就100多点，还不如三项的咒刃来的伤害高。不过幸好这件装备限定了最低伤害为 150% 基础攻击力，打脆皮也不至于没有伤害了。这件装备很显然不适合青钢影、剑姬、武器这些英雄，因为有三项之力供他们选择，而且被动提供的百分比双穿也不太适合这些战士。在上路跟这件装备比较契合的可能就只有船长了，船长既可以享受双穿伤害，又可以通过频繁 Q 敌人来回血，缺点就是不提供蓝量，蓝可能会不够用，而且筒子的伤害可能会略有降低。我觉得跟这件装备更契合的可能是下路的 EZ 或者塞纳， EZ 本身就不是很吃攻速，用它来代替冰泉，可以增强 EZ 打坦克能力的同时还提供了回复能力。神话被动提供的双穿也跟 EZ 契合得很完美。战士的4件装备就讲完了，各个装备的优点及推荐英雄如下，各位可以按需选择。接下来是3件刺客装。第一件暗行者之爪，提供攻击、穿甲和 CD， 主动效果为冲刺并且穿过敌人，造成伤害的同时会使你的后续伤害提升 15%。 神话被动为获得固定穿甲。首先这个主动效果类似于亚索的 E， 但是区别在于暗行者之爪会固定穿到敌方身后，不管你在多远释放都只会到敌方身后而已。它比较适合一些贴身才能打出伤害的英雄，而且你贴身以后后续的伤害越高，主动效果可以提升的伤害也就越多。举个例子，比如穿甲流瑞文，这件装备的存在使得瑞文不再需要把技能交在赶路上，而是可以贴身以后用 QA 打出最高爆发，而且瑞文的后续伤害很高，跟主动效果的伤害提升非常契合。或者盲僧带这件装备也不错，提升爆发的同时即便没有闪现也可以轻松回旋踢。再或者挖掘机、梦魇这类英雄，
而相比之下，南刀螳螂这种本身已经有近身手段，在近身的时候伤害就已经打完了的英雄，跟这件装备就不算特别的契合。下一件装备是木刃，跟暗行者之爪的合成路线完全相同，攻击力也完全相同，穿甲少了3点，技能极速多了10点。被动效果为在普攻一名敌方英雄时附带额外伤害，并使其减速 99%。 如果一名敌方英雄死之前的最后3秒内被你伤害过，那么附带伤害的被动会被刷新，并且会获得 1.5 秒的隐身。神话被动为获得技能极速。新版木刃跟旧版的使用区别并不大，它仍然是一个能增强刺客爆发的装备，不过新版木刃增加了收割战场的能力和逃生能力，一旦你击杀英雄，你可以更方便的连续击杀下个英雄或者逃生，所以能不能成功击杀第一个英雄就很关键。跟暗行者之爪相比的话，暗行者之爪更强调贴身以后的后续伤害能力，而木刃则是强调贴身的瞬间爆发能力，所以新版木刃仍然适合那些瞬间爆发比较高的刺客，比如男刀、螳螂、狮子狗等等。再下一件是新装备新石，跟血色之刃的合成路线、面板属性都非常类似，提供攻击力、穿甲和全能吸血。被动效果为在 1.5 秒内用2次独立的攻击或者技能命中英雄，会造成 8% 最大生命值的伤害，并且提供移速和护盾，近战的冷却时间只有6秒。神话被动为提供百分比穿甲。这件装备简直 bug 的离谱，你可以近似理解为2次独立的攻击或者技能就触发一个带盾的电刑加消灭猛冲。如果对线期出了这件装备，那完全就是一件换血神器，对手换血肯定换不过你。如果用来打团或者 gank， 也可以增强机动性和生存能力。而且神话被动提供的百分比穿甲也保证了这件装备的后期伤害能力。我现在已经想到了很多种折磨对手的方法，比如 EZ AQ 就跑，剑姬 QA 就跑，杰斯 QE 就跑，甚至是卢锡安 EAQ 就跑。当然只是开玩笑，不过有一说一，基本上适合出穿头的英雄出这个装备都弱不了。不过考虑到装备里面提供了全能吸血，杰斯应该是最契合的。刺客的装备就讲完了，大家可以按这个总结来对比记忆一下。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法师的神话装。第一件海克斯腰带，提供法强、生命值、CD， 主动效果跟之前相同，也是向前位移，并且发射一圈火箭弹，区别在于现在的火箭弹范围更大了一些，并且新增了一个效果，在释放主动效果之后，朝着敌方英雄移动会提供 75% 的移速。这个效果非常强， 75% 的移速可以让你的移速暴涨到500甚至600，进而可以迅速贴近对方，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强你的追击能力。第二，这个范围特别大，只要你屏幕中能看到敌方英雄，释放腰带之后就能加速。此外，腰带的神话被动是提供 5% 的法穿，我们在跟下一件装备对比完之后再进行英雄推荐。下一件是新装备暗夜收割者，合成路线、售价、面板属性跟腰带一模一样，区别就在被动上，对一名英雄造成伤害时会造成额外魔法伤害，并提供 25% 的移速，对每个英雄分别有40秒 CD， 这个移速加成的效果不能累加，但是对多人造成伤害时会延长加速的时间。乍一看你其实很难看出这件装备的强大之处，但是实际上这件装备是刺客型英雄的神器。第一，在对抗单个英雄时，它可以增强你的斩杀线，就好比敌人头上随时有一个可以触发的黑暗收割一样，触发非常容易，而且伤害非常高。第二，在团战时，它可以大幅增强你的伤害、机动性和收割能力，毕竟每个敌方英雄的头上都有一个黑暗收割，就算每个人多 A 一下，也有1000点输出。此外，夺魂增加的移速可以方便你逃离战场。这件装备的神话被动是获得技能极速，也方便收割型的英雄对于更高的 CD 更容易收割战场。对比腰带和收割者，其实火箭腰带更多的是提供功能性，强调的是单体伤害，而且位移和清线能力是暗夜收割者不具备的，所以火箭腰带更适合加里奥、艾克这种缺乏位移、需要快速贴近敌人才能打出作用的英雄。而暗夜收割者则是更强调伤害，能提供更高的斩杀线和收割能力。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先能对敌人造成伤害才可以，而且你越是能给多个敌人同时造成伤害，你就越能发挥出这件装备的价值。所以适合他的英雄有小鱼人、卡特、死哥等等。尤其是死哥，暗夜收割者相当于黑暗收割，提供的额外伤害可以让他打野捡人头更容易，滚雪球能力更强。然后是下两件装备永霜、卢登的激荡。先说永霜，售价3400金，合成路线有仪式的章节，所以很适合法师购买。面板属性提供法强、生命值、法力值和 CD， 主动效果为在追袭范围内造成伤害，处于中心的敌人会被禁锢 1.5 秒，而两边则是会受到 65% 的减速。神话被动为提供法强。永霜的技能伤害对比海克斯腰带、暗夜收割者来说低了非常多，但是永霜的主动效果是所有装备里面唯一提供禁锢效果的，所以永霜的功能性非常的强。
这个禁锢效果除了限制敌人以外，还可以协助一些英雄打出 combo， 比如阿离，一旦使用永霜禁锢到敌人，就可以接上稳定的魅惑，从而打出一套完整的伤害。对妮蔻、小法师、莫甘娜、杰拉，甚至是萨勒芬妮也有同样的效果。我们再看下一件装备卢登的激荡，合成路线和永霜一模一样，售价也是3400金，面板属性提供法强、法穿、法力值和 CD， 主动效果还是回升，新增造成回升伤害以后会提供 30% 的移速，神话被动为提供固定法穿。卢登相比永霜来说不提供生命值，但是更多的提供法术穿透，强调的是爆发能力，所以还是适合那些伤害非常高的秒人型中单，比如妖姬、辛德拉等等。再下一件装备是兰德里的苦楚，跟之前的大面具比较类似，合成路线也有仪式的章节，售价也是3400金，面板属性提供法强、法力值、CD， 被动效果为折磨，技能伤害会灼烧敌人，每秒造成15加 2.5% 法强加 1% 目标最大生命值的魔法伤害，持续时间为4秒。在对抗灼烧中的目标时，每秒会获得 5% 的法穿，如果再出个法穿棒，对目标就可以达到最高 65% 的法穿。神话被动为获得技能急速。这件装备很明显适合一些有持续伤害、有 AOE 能力、缺法力值并且依赖技能 CD 的英雄，比如凤凰、乌鸦、大野、火男。然后是另一件类似的装备峡谷制造者，售价3200金，面板属性提供法强、生命值、CD 和全能吸血，被动为在与英雄战斗时，每过1秒就可以多造成 3% 的伤害，最多叠5层，多造成 15% 的伤害。满层时，这部分伤害会转化为真实伤害，这个效果非常类似于征服者，越打架伤害越高，还能造成真实伤害。面板属性中还会提供全能吸血，为你提供强大的续航能力，可以说是相当的 bug。此外，神话被动还会提供100%法穿，也是一个后期收益非常高的被动。相比兰德里的苦楚来说，这件装备不提供法力值，所以更适合一些无法力消耗的英雄。而在无法力消耗的英雄中，这件装备更适合法坦和法术型战士使用，比如乌鸦、吸血鬼、皎月、金属大师等等。法师的装备我们就介绍完了，大家可以结合这个总结来回忆一下。接下来是 ADC 的装备，第一件狂风之力，提供攻击力、攻速和暴击，主动效果为朝着目标方向冲刺，对终点附近的敌人发射3个飞弹，对方的生命值越低，伤害就会越高。神话被动为提供移速，这件装备可以近似理解为物理推推棒，可以给 ADC 提供一小段位移，距离跟闪现相同，但是不能穿墙。这个主动效果一方面可以增强 ADC 的斩杀线，另一方面它给一些没有位移的 AD 提供了很强的机动性，方便用这个主动效果来规避一些技能，比如霞、老鼠、德莱文、卡莎、维鲁斯等等。在这之前没有位移都是这些 AD 的硬伤，但是有了这件狂风之力，这些情况就会有所好转。跟狂风之力合成路线相同的是另一件装备海妖杀手，售价也是3400金，提供攻击力、攻速和暴击，被动效果近似等于 VN 的 W 技能，第3次攻击会造成额外真实伤害。神话被动为提供攻速，这件装备的被动虽然是真实伤害，但是跟 VN 的被动还是有区别的。VN 的真实伤害是基于对方的最大生命值，所以 VN 即便出攻速，伤害也很高。而这件装备真实伤害是基于自己的攻击力的，而且无法享受阳刀的被动和分裂弓的被动，所以要想真实伤害高，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堆高攻击力才可以。不过海妖杀手的神话被动会提供攻速加成，保证你在买攻击力的同时，攻速也会得到提升，比较适合类似于女警、小炮、金克斯这种炮台型的 ADC。不过你是否发现了，上面2件装备都是不提供吸血的，最后一件装备就很关键了，它就是不朽盾弓，售价同样3400金，攻击力和攻速比其他2件稍微低一些，但是会提供 12% 的生命偷取，被动为救主临刃，生命值跌至 30% 以下时，提供一定的护盾，并额外提供 15% 的生命偷取。神话被动为提供攻击力和生命值。与其他2件装备对比的话，这件装备更多的是强调生存能力，对前2件装备需求不大，并且更需要保命能力的 AD 可以选择这件不朽盾弓，比如薇恩、卡莎。而且严格来说，这件装备其实不只适合 ADC， 亚索和永恩跟不朽盾弓的契合度反而会更高一些。AD 的装备介绍完了，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对比总结一下。接下来是坦克的装备，坦克一共就3件装备，并且都跟日炎的效果有关。第一件日炎圣盾，提供生命值、护甲、魔抗、技能急速，面板属性非常全能，被动为承受或造成伤害会灼烧附近的敌人3秒，注意必须是造成伤害或者承受伤害才可以，如果你就傻站着是没有伤害的。此外
如果用这个效果对敌方英雄或者史诗级野怪造成伤害时，会使灼烧的效果提升 12%。具体每秒伤害为多少，可以在你的装备栏里看到。当这个数值叠到6层，提升了 72% 的日炎伤害时，你攻击的话会使你附近的敌人受到双倍伤害。神话被动为提供技能急速。首先，日炎是3件坦克装里面护甲魔抗最平衡的，而且新版日炎的持续伤害非常高。如果坦克英雄对线出了日炎，层数一旦叠满，对面也是吃不消的。而对于一些草食型的打野来说，日炎可以代替之前的熔渣，毕竟日炎对野怪会提升 200% 的伤害，用来刷野发育应该是非常舒服的。此外，日炎还会提供很多的技能急速，解决了之前出日炎没有 CD 的困境，所以新版日炎还是非常适合坦克英雄出的，比如奥恩、朱妹、扎克、慎等等。下一件装备双火护手，售价也是3200金，生命值比日炎低100点，魔抗比日炎低5点，护甲比日炎多20点。被动的献祭伤害与日炎的基础伤害一模一样。另一个被动是血付，现在不需要释放技能来触发冰霜领域了，每隔4秒你的下一个普攻就会生成一片冰霜领域，持续 1.5秒钟，穿过领域的敌人会被减速 30%。 神话被动为提升生命值和体型，跟日炎相比之下，冰拳就非常清晰了，它是一件更强调物理抗性和坦度的装备，而且拥有冰霜领域，功能性更强。在对方阵容偏 AD 的情况下，冰拳应该是优于日炎的选择。下一件装备涡轮炼金冠，同样售价3200金，也是提供生命值、护甲、魔抗和 CD。不过这件装备更偏魔抗一些，献祭的伤害跟冰拳是相同的。主动效果就是之前正义荣耀的效果，开启后朝着敌方英雄或者防御塔移动，会有移速加成，靠近敌方英雄之后会释放一个冲击波。神话被动为提供韧性和减速抵抗。跟前两件相比，这件炼金冠更偏向魔抗属性，而且主动效果和神话被动提供的韧性和减速抵抗非常适合冲阵的英雄，比如炼金、狗熊、大树。坦克的装备我们也介绍完了，大家可以对比记忆一下。最后是辅助的神话装，第一件是舒瑞亚，提供生命值、CD 和移速，主动效果为为你和友军提供 40% 的移速，并使对敌方英雄的下3次攻击或技能造成额外的伤害。神话被动为提供移速。舒瑞亚的主动效果范围非常的大，打团的时候基本可以覆盖全部友方英雄，而且提供的移速非常适合追击、逃跑、拉扯阵型，并且它也是4件辅助装里面唯一提供移速的装备，非常适合巴德这类游走型辅助。下一件是鸟盾，提供生命值、CD 和双抗，被动效果为给附近的友方英雄提供5点双抗，主动效果为给附近的友方英雄提供护盾，范围跟舒瑞亚相同，也是非常的大。神话被动是提升双抗，不过这个双抗不光会加给自己，同时也会加给附近的友军。鸟盾的基础属性很明显适合一些坦克类辅助，比如日女、牛头、锤石。再下一件帝国指令，提供法强、生命值和 CD， 被动效果为协同开火，技能减速或者定身敌人会造成一定额外伤害，并且标记敌人4秒钟，友军的伤害会引爆标记，造成一定的额外伤害，比较类似于日女的被动。此外，引爆标记还会给你和友军提供移速加成。神话被动为提供法术强度，这件帝国指令更适合一些法师型的辅助，可以大幅增强你和队友的爆发能力，比较契合的英雄有拉克斯、卡尔玛。除此之外，它也带来了很多新可能，一些 AP 英雄走下路当辅助或许也不是不行，比如辛德拉、大野、泽拉斯等等。最后一件辅助装备跟帝国指令的合成路线相同，是一件新装备月食再生器，面板属性跟帝国指令一模一样，被动效果为在战斗中对己方或者敌方英雄释放技能或者攻击后，注意普攻也是可以的哦，会给附近伤势最重的友军回复30到60点生命值，每多战斗1秒，治疗效果就会提升 37.5%， 最多提升 150%， 也就是每次回复75到150点血。这件装备很明显是个软辅设计的，因为给友军释放技能很明显要比攻击敌方来的安全，而且 CD 只有2秒，所以你的 CD 越短，触发就会越频繁。举个例子，相比辛巴的2秒一个 W 来说，风女的 E 就显得 CD 过长了。比较契合这件装备的英雄有辛巴、萨勒芬尼、拉克斯、优米等等，这些英雄要么手长，要么就是技能释放频率高，可以频繁给队友加血，简直就是移动救护车。那么到此为止，所有的神话装备就介绍完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理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不错，请点个关注支持我一下。感谢各位的观看，我是老祖，我们下期再见，拜拜。